你哋永遠都唔會知道去完烏克蘭再去俄羅斯嘅過程係幾咁艱辛。各位 BBO 嘅觀眾，我哋嚟到俄羅斯。佢唔信我哋去旅遊，佢話要我哋坐喺度等。好在公司有一封信證明我哋係員工，同埋佢打開咗我哋嘅 YouTube， 發現我哋係一個嚟自香港四周圍去拍片嘅 channel。最後我哋都安全入到境，但佢都提醒咗我哋咧，唔好拍啲敏感話題。傻啦，敏感嘅嘢我哋又點會講喎？我哋只係講啲真嘅嘢㗎咋。的而且確，西方國家實施咗總共16500幾項制裁喺俄羅斯身上。全球數千個知名嘅品牌亦都抵制咗，表示抗議。Well, McDonald's is selling its business in Russia in response to the war in Ukraine. 但我哋去到莫斯科，仲可以食到巨無霸，仲可以買到 iPhone。點解會有可樂喺度嘅？睇新聞話被制裁後，俄羅斯盧布貶值到歷史新低，咁照計會通脹得好厲害啊！又係咪真嘅呢？一個擁有咁多豐富資源、可以自給自足嘅國家，但係冇晒國際品牌，用唔到 Visa 同埋 Mastercard。麥當勞、Starbucks、可口可樂、Apple、IKEA 同埋數百間嘅國際公司紛紛都宣布離開。面對國際制裁，俄羅斯人嘅生活係咪帶嚟咗翻天覆地嘅轉變，痛苦不堪呢？定係其實我哋都高估咗國際制裁嘅威力呢？ BBO 嘅觀眾大家好，眼看未為真，今日我哋帶大家嚟到俄羅斯。面對西方制裁嘅情況底下，俄羅斯市場上大量進口中國商品係咪真嘅呢？行俄羅斯超市又係咪好似行緊中超咁？俄羅斯嘅麥當勞啲味有冇唔同咗呢？可口可樂又係咪 Made in China 嘅呢？究竟2025年嘅俄羅斯而家變成點樣呢？提提你，呢條片咧有3個聲道可以俾你揀嘅，撳下面 setting 嘅掣就可以揀到你想要嘅語言㗎啦。唔係當地人讀開車係好麻煩㗎，因為呢度用唔到 Visa 或者 Master。咁我哋嚟到呢度點算呢？就可以用呢個代替 Uber 嘅 app 入錢落儲值卡度，咁就可以 call 車㗎啦。其中一個最受影響嘅制裁方法咧，就係冇辦法再用國際支付系統 SWIFT。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限制咗國際嘅金融交易，令到俄羅斯嘅外貿同埋國際資金流動咧嚴重受到影響啦。咁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啦，好多國際嘅公司咧都決定退出俄羅斯市場啦。咁俄羅斯點算呢？佢就加強發展咗國內支付系統 MIR， 但 MIR 咧只係限於國內交易啦，或者同一啲支持俄羅斯國家之間嘅結算。所以市面上就算你見到 Visa、Master 嘅 logo 咧，都係用唔到嘅。但我哋嘅觀察咧，發現俄羅斯人應該都已經好習慣啦，好少人咧真係會俾現金㗎。呢度唔係叫 Big Mac， 係叫 Big Hit。有個四川味道雞肉霸王漢堡餐，薯條啦，番茄辣味西南醬，咩可樂？唔識讀。好，俾錢，睇下點俾錢先。結帳，硬性要你俾卡喎，咁冇卡可以點？點解呢間個樣咁似麥當勞嘅麥當勞唔係叫麥當勞嘅呢？就係因為制裁嘅問題啦。咁麥當勞咧就宣布喺2020年嘅3月終止所有俄羅斯嘅業務，當時大新聞嚟㗎。俄羅斯人咧就趕住喺麥當勞閂門之前，為咗食麥當勞咧而大排長龍。麥當勞之後就賣咗俾另一個品牌，呢一間鋪頭接完手之後咧就成為咗一個全新嘅快餐連鎖店，完全取代咗大眾對麥當勞嘅需求。呢一間新嘅 M 記咧仲加入咗一啲中國特色添啊！乍眼睇餐廳嘅外觀同埋出餐嘅方法咧，都係同平時啲麥當勞差唔多噶。不過細心啲睇咧，呢度食物嘅名稱就好唔同啦。唔知味道係點嘅咧？呢個咧叫 Big Hit 啊！除咗個肉淡少少之外咧，其實都係差唔多，個醬都差唔多。四川辣雞包，其實即係脆辣雞腿包。呢度嘅薯條咧就係比平時粗啲嘅。我最期待咧就係呢個可樂啊，因為連佢牌子個名我都唔識讀。試下咩味先？哇，一樣噶喎，真係一樣噶喎。可能係我哋孤陋寡聞啦。去之前覺得個味點都會有啲唔同啩，
點知食落去真係9成一樣嘅喎。正啊！麥當勞改咗名，KFC 都係改咗名，所有嘢好似都係一樣。快餐品牌好似全部都改頭換面，但我哋去到又會懷疑，點解呢間又唔使改名嘅？經過我哋了解之後，原來咁樣咧係代表咗西方公司究竟擁有幾多%嘅股份，就代表佢有冇一個決定權啦，去單方面終止翻佢嘅業務或者去賣盤嘅。咁 Burger King 啦，因為係一間合資嘅公司管理，所以咧你就會仲見到呢個品牌可以留喺度啦。揾到你啦 ，Star Coffee。Starbucks 離開咗俄羅斯市場之後咧，就有商人打鐵趁熱搞咗個叫 Star Coffee 嘅系列。咁點解所有山寨版咧都中意改個差唔多嘅名嘅咧？咁其實咧喺品牌嘅世界，咁樣咧可以減少咗市場嘅適應期。當你見到 Star Coffee 就諗起 Starbucks， 咁咪即係賣差唔多嘅嘢？就咁睇咧，呢度係唔似 Starbucks 嘅，似係一個 upgrade 版，因為除咗咖啡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嘢食。我哋嘅感覺就係，如果你唔記得咗佢係 Starbucks 咧，其實你唔會覺得佢味道有咩問題嘅。總括而言，我唔覺得 Star Coffee 係山寨版嘅 Starbucks 喎。撤離咗嘅國際品牌本地化，睇嚟就係俄羅斯政府嘅做法啦。咁更加有報道話啦，接手本地化業務嘅老闆啦，其實同俄羅斯政府係好 friend 嘅。自己人幫手咪仲好辦事，肥水不流別人田啊嘛。食嘢上冇影響啫，咁生活上又係點呢？周圍嘅人係唔係用緊 iPhone？ 俄羅斯仲用唔用到 Google？ 睇唔睇到 YouTube 㗎？唔知關唔關事啦。我哋發現咧 ，Google Map 上面嘅 GPS 咧唔係好準㗎。而家我哋揾緊一間 coffee shop 咧都有啲困難。用 Google Map 咧係有少少唔準，但係 Google Search、Gmail 翻譯、YouTube、IG、Facebook 等等咧都冇乜問題，照係可以用到嘅。乍眼睇咧，呢度大部分人都仲係用緊 iPhone 嘅。有好多報道話俄羅斯已經中國化，但係我哋行咗好耐先至揾到佢，都唔平㗎。最高型號嗰個都要1萬蚊港紙。我哋揾到有 iPhone 啦。Apple 退出咗俄羅斯市場，當然就唔會有專門店啦，但係都係買到 iPhone 嘅，價錢自然就會貴啲㗎啦。就好似先達咁樣嗰啲水貨鋪啦。同埋我哋都證實咗咧 ChatGPT 喺俄羅斯係用到嘅。網上就話喺俄羅斯咧就剩翻俄羅斯牌子嘅車，但係我哋發現咧呢度寶馬、Audi 甚至 Tesla 都有。被制裁咗之後，有報道就話中國嘅汽車品牌咧已經成功主導咗俄羅斯嘅汽車市場，成為咗俄羅斯嘅銷量最高啊！但單睇莫斯科嘅市中心，我哋就見唔到呢樣嘢啦。我哋感覺衣食住行喺俄羅斯都會有代替品，加上俄羅斯同中國等嘅國家咧都達成咗重要嘅能源合作協議，尤其係喺石油啦同埋天然氣方面，所以基本上咧連能源嘅問題都解決埋。至於貨幣，曾經係有暴跌過，但其實而家咧已經穩定咗落嚟㗎啦。有報道咧就話俄羅斯嘅食物短缺啦，通貨膨脹，超市冇晒歐洲貨品，牛油、薯仔都加價得好犀利啊！究竟又係咪真嘅呢？一齊睇下俄羅斯嘅超級市場係咪已經冇晒西方嘅產品，又有啲咩替代品呢？呢度嘅新鮮食品咧睇落都幾新鮮㗎。呢個薯仔咧就要港紙11蚊1 kilo。俄羅斯喺2024年新鮮食品嘅價格真係大幅上漲啦，薯仔嘅價格上漲咗73%，但原因同制裁其實係冇關係，主要係因為大量嘅勞動力被徵召去參軍，所以勞動力下降，糧食生產量都下降。就咁睇啤酒，不特止冇俄羅斯嘅牌子，仲有好多德國牌子添。點解會有可樂喺度嘅？有啲產品咧仲會用水貨嘅方式運到嚟俄羅斯，例如可樂，佢嘅代替品咧就係俄羅斯嘅一間本地企業，本身就同可口可樂合作開，咁所以呢個咧就係點解我哋試飲完發現個味可以咁相似嘅原因啦。行咗一轉超級市場，我發現仲有好多歐洲嘅商品係可以買嘅。同我哋想象有落差，
係因為俄羅斯政府允許水貨進口。同一時間，品牌撤出唔代表工廠停工，好似雀巢咁啦，甚至一啲歐洲嘅品牌咧係選擇低調留守嘅。喺日用品上面咧，制裁嘅影響好似唔係好大，但係值得一提嘅係，近日我哋喺香港見到嘅俄羅斯超市當中嘅貨品咧，我哋攝製到喺俄羅斯，其實係見唔到嘅喎。咁我哋咧而家就嚟到呢一間咧香港唯一官方授權嘅俄羅斯超市啦。據聞咧，之前俄羅斯嘅領事館咧都派咗官員嚟出席呢度嘅開幕。阿布，你喺俄羅斯有冇見過佢啊？冇喎。咁呢隻咧？呢隻目錄露都冇喎。啊，有冇見過呢隻喺俄羅斯？都冇喎。另一就證明唔到呢間鋪頭啲嘢咧係咪嚟自俄羅斯嘅，只係證明到咧我哋製作隊喺俄羅斯咧就冇見過呢間鋪頭啲嘢。咁有人話俄羅斯咧就中國化，究竟係咪真嘅咧？係咪周圍都係中文字，周圍都係中國人呢？呢間鋪咧大部分產品都係嚟自大陸，好似返咗大陸咁啊！估唔到呢度有好多中國嘅小食，例如辣條、麵筋。的而且確係嘅。俄羅斯莫斯科市中心咧，我哋都會見到好多中國嘅商品，甚至乎係好多中文字啊！我哋就唔覺得俄羅斯咧其實係刻意中國化嘅，反而就係因為俄羅斯啦同埋中國嘅關係越嚟越密切，越嚟越多人交流，係越嚟越多文化衝擊，咁可以預期未來嘅趨勢咧都會係咁噶啦。莫斯科嘅夜晚咧，唔單止繁華，仲有啲浪漫添。當地人見到我哋之後咧，仲推介我哋去食呢度嘅中國料理，話係好出名嘅喎。除咗中國商品之外咧，中國化嘅餐廳喺俄羅斯都係非常之普遍嘅。你會食到炒麵啦，甚至乎係小籠包添啊！佢仲推介我哋去食完之後飲翻杯珍珠奶茶喎。國際品牌撤離咗俄羅斯之後，咁商場仲有啲咩品牌呢？行到入商場，我哋真係唔知同當時仲未被制裁嘅俄羅斯有幾大分別嘅。服裝啦、化妝品啦，我以為全部牌子我都唔識啦，原來唔係喎。價錢咧就一定貴咗噶啦，大概可能20至40% 左右。貨品經過哈薩克、土耳其等國家轉運之後，嚟到俄羅斯就一定唔會係最抵嘅選擇。不過你要買，一定有方法買到咁咯。嚟到名店區，有啲鋪頭冇開喎，關唔關制裁事呢？係關制裁事嘅。經過我哋嘅觀察咧，制裁係的確對俄羅斯造成一啲經濟壓力嘅。咁影響係咪真係咁大呢？我哋就感覺唔到啦。始終俄羅斯都係全球主要石油天然氣嘅出產大國，能源收入咧依然都係俄羅斯主要嘅經濟支柱。對於普通市民生活成本上升嘅影響，俄羅斯政府咧就決定用中國、土耳其、阿聯酋等等國家嘅品牌去彌補翻呢個空缺。短期有機會有高嘅通脹，生活水平亦會下降，失業率都會上升。但長期睇咧，俄羅斯係有機會渡過西方制裁嘅呢一關嘅喎。годами игнорировать наши постоянные обращения к партнерам, не расширять НАТО на восток и начать там строить, не готовиться, а именно уже строить базы военные. Разве эт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? Никакой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здесь нет. И мы хотим поменять эту ситуацию. И мы добьемся этого. 俄羅斯選擇開戰嘅原因，普京曾經講過，話係為咗保護俄羅斯。俄羅斯係被逼反擊嘅喎。觀眾，你哋又點睇呢？現實嘅就係俄羅斯發動戰爭之後咧，曾經發生過一次短暫嘅兵變㗎，帶領部隊佔領咗俄羅斯嘅南部城市，並且咧向莫斯科進發。嗰件事之後咧，莫斯科嘅市中心保安係明顯加強咗好多嘅，而我哋亦都喺現場見到周圍都係警察，聽到好多嘅警車聲啊！唔知係咪一個錯覺呢？喺莫斯科嘅市中心，成日都會見到好多警察。所以為咗保障我哋嘅安全呢，我哋最尾決定唔做訪問啦。因為時不時咧都有警察過嚟問我哋影緊啲咩，但係我哋的確咧係感覺唔到莫斯科有任何衰落嘅氣氛嘅。如果制裁係一個武器，我喺市面上就見唔到損傷嘅痕跡。雖然俄羅斯表面上係受到西方嘅制裁，可能會以為佢哋陷入咗個困境，甚至會感受到好大嘅影響。但當我哋走訪之後咧，發現其實佢哋都有自己嘅調整能力。
唔係好似我哋諗到咁單純依靠其他國家，而係逐步揾到代替品，更加成功咁樣調整到成個路線。新嘅品牌成功融入到俄羅斯嘅市場，取代之前撤離咗嘅國際品牌，生活係有改變㗎啦。關鍵係市民好似慢慢咁接受咗。面對制裁，俄羅斯透過本地化同埋替代措施應對咗外部嘅調節，呢個就係我哋見到嘅現實。睇到眼前嘅畫面，大家仲覺唔覺得制裁係一個武器？軍事嘅問題用經濟去解決，究竟係咪一個方法？俄羅斯嘅現實情況又有冇超出你嘅想象呢？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VPO， 可以嘅話不如撳 subscribe 同埋隔離嘅鐘仔，記住 follow 埋我哋 IG， 我哋下條片再見。聽講咧佢哋用唔到信用卡，所以喺機場連水都買唔到，好似話支水300蚊，但係佢哋得5蚊，好慘咁。